抗战是人民的胜利，任何泛化侵略者，就要拿历史事实打他的脸。国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是无法放到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的。现在再去讨论有任何的意义？对于两岸来说，就是中国人胜了。说老共不抗日，这肯定是不对的。首先，台湾一直讲老共七分壮大是事实，但是他如果不打日本人，他能壮大吗？这是什么概念？青鸟平常讨厌蒋介石讨厌的要死，这时候你又把它奉为金科玉律。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也就是国共合作，它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而是国民党、共产党各地的军阀乃至于北洋军阀合作。国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是无法放到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的。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国民党不是一个整体。因为蒋记民国本质上就是一个浙江集团全中国的代表而已，它实际上是一个镇于中国的力量是弱的。抗战这个东西，不管是国还是共，都有各自一些隐晦的部分。共产党方面，它对于国军的一些作为跟贡献，凭良心讲是有不少美化之处的。首先，台湾一直讲老共七分壮大是事实，但是他如果不打日本人，他能壮大吗？甚至广村宁次为了共产党的游击战，还专门写小册子怎么对付游击战，还发明了囚笼战术以及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说老共不抗日，这肯定是不对的。我不知道现在再去讨论打日本是共产党出力多还是国民党出力多有任何的意义？对于两岸来说，就是中国人胜了，这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至于双方对于自己美化或者作用的强调，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我们应该是共同去体验这份荣耀感。历史的解读落差会大到对于事实认知的差异，最终得出了不一样的思考结论。所以，其实我们在讨论历史哲学的问题的时候，它的背后就其理路，我们是要协助我们去厘清到底历史的真相是什么。那大家有一个共同讨论的基础，但是大家也知道哦，国共内战在台湾的逻辑上算当代史，在大陆算近代史。逻辑上，我们不管学任何的东西，都是要把这段历史先厘清、廓清，后面的争论才有其所依据。可是就一个现实来讲，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受到客观条件因素的限制，因为东西太多，整理不完，结论就变成公说公理，婆说婆理。这也是当代历史学里面非常麻烦的一道。那对于国民党的批判，在大陆绝对是严厉的，而在台湾支持国民党的受众可能是难以接受，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今天国民党在大陆干得不好，才被共产党干掉，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历史事实的认知逻辑。那在台湾讲到大陆时期，尤其在课纲修改之前的国民党的基础受众来说，它是不好接受的，所以这里面就会不断的碰撞。那这个碰撞是好事，因为台湾人到大陆总觉得心里怪怪的，觉得好像没有被认同，总觉得好像除了热情欢迎讲到实处去讲不下去了，因为不一样。而且过去台湾人经济上比较发达，有钱是大爷，那现在大陆经济也起来了，所以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调解成见，更别说00后的，他们所学习到的东西根本是远超你们想象的巨大落差。所以在面对这件事，我们要先有一个共同的定调。首先，抗战不要抢功劳，抗战是中国军民耗费巨大的惨动付出，全国上下海内外华人几乎无一不语。所以两岸的巨大的认知落差，就要有人去做这段认知落差的对接，这里面很难，冲突会很多，情绪会很大，但是我相信我做到，而且我正在做。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尽可能的在历史课频道上撒野，总比未来两岸兵戎相见好，这件事才是重点。所以抗日的基础是人无分南北，地无分老幼，全民皆抗战，海内外齐心对抗日本侵略，这就是事实。在这个基础上认知了，再上去吵大家到底做多做少，哪些决策伤害了老百姓。花园口决堤，老百姓死伤很多，你作为国民党的执政者，你应该尽可能去通知老百姓赶快撤离。那当时很多老百姓是来不及跑，受到了伤害，那你要不要承担这个责任？一个骂你。可是当时的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是不是挡不住日军的先进科技、凶猛战力？也确实是这样。所以抗战是人民的胜利，当中有很多辛酸血泪，有很多抉择时刻是痛苦的。
这些我们要记得，但是这些血泪不应该拿来无止境的指责彼此。我们了解到这份痛苦，在面对这份痛苦没有展现出谦卑的人，那他被批判是应该的。但是今天谈的也不是要把日本给干死，是要日本人正视历史，是要全世界老百姓看到中国人民靠自己站起来了，在80年后展现出来的不是船坚炮利，而是民族自信，展现出来的不是武功赫赫的去侵略他者，而是一股自信告诉大家，你强大了也不一定要恃强凌弱，这才是作为中华儿女最该有的心态。台湾人要调转心态，不要老是说人家敌后抗日，什么都不是。7分发展，2分应付，1分抗日，证据在哪里？如果老共发展7分，那日本人的后勤补给线就要断7分。奇怪了，台湾很多青鸟平常讨厌蒋介石讨厌的要死，这时候老蒋写的7分发展，2分应付，1分抗日，又把它奉为金科玉律，这是什么概念？台湾人很多人暂时无法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很正常，因为在他们理解的中国人里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嘛。但是中华民族能不能认同？再往后退一步，血缘上的华人能不能认同？不就这样吗？一步一步往前走，这叫深水区，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需要力量，它真的没有那么的容易。后面还有一个民进党，不是扯后腿而已，他直接给你大砸打下去啊！留给台湾时间真的不多。其实很多武统派其实是很了解台湾的，他们就觉得我了解你，你不了解我。如果未来发生不可预知的情况下的一种统一，那么是这种交流出现了问题吗？不一定，它可能就是一种人力无法抗拒的情况，也就是政治问题的导向不是我们这种人力能够控制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陌生会产生美感。当然知道大陆人不见得知道实际的状况嘛，但是我跟大家报告，青鸟黑熊绝对不是主流嘛，所以这个里面我们有一些思考理论。那越多的了解，武统派的焦虑就会慢慢淡化，他会知道台湾有人在干了不起的事情。人民史观的东西，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我自认为我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当然年纪大了之后，当我看到习主席在长安街跟那些士兵讲同志们辛苦了，然后军人异口同声的喊着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我靠，我当时竟然有点哽咽。就有台湾的朋友说大陆属于口号治国，没错，确实有很多口号，但是我们不应该单单去看所谓的口号，而是要看他这个口号的背后他到底有没有做到。所以在大陆所有的国家机关都有人民2个字，然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当时是毛泽东亲自说的，不允许在上面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也不允许出现共产党这几个字，因为在那个年代他就认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全人民的战争，不是某个党派或者某个政府的名号，一定是以人民为优先，所以后来才写了很出名的那几个字，为人民服务，人民万岁嘛。台湾其实也有口号，就是民主自由，就是每年投票的时候特别民主，但是下面你其实也没有看到太多民主的东西。举个例子，风灾如果是大陆的话，人民解放军他一定会立马去救援的。所以说我觉得两岸的老百姓对于这个人民史观有个很根本的观念就不一样，因为我发现台湾人民很多打心里面不太相信民主这个东西，认为政府一定是最大的，他是来统治人民的。但是在大陆他一直理解的是共产党领导国家政府和领导人民一起建设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它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我们不能够落到民进党的史观窠臼上面。民进党好像就认为台湾就是日本，其实他做这个解释的前提其实是1895年之后两岸就直接隔断了，没有任何交流，这是完全不是的。两岸在以卫抗日之后，甚至有很多台湾人到大陆从事抗战，也有很多台湾人到大陆参加伪军，这些都有，甚至有些人参加伪军之后投诚反正到重庆方面去了。所以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需要突破一个心理的障碍，了解到两岸在抗日交流之中呢，双方的心态的变化。台湾人在日本殖民时期的心态它是很复杂的，很大程度上跟个人利益有关系。台湾人的身份也是几经转变，台湾人在大陆大多数最后都没有被定罪成汉奸，但是有一群人到伪满洲国，很多都被定成汉奸，甚至被枪决的。但你说台湾人为什么到满洲国去呢？因为当时台湾在战时的时候工作机会有限嘛，很多高知识分子他为了寻找工作就去了满洲国当行政官僚，所以非常非常复杂。所以武断的去说日本殖民时期台湾人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史观
观，这是一个很不对的。它有一个整体性，但是它是纷杂跟复杂的，很难定义得清楚。讲直白一点，对于日本殖民时期台湾人的心态转变，还有集体的意识的研究，真的是不够，因为这个太牵涉到政治意识形态跟立场站位的问题了。所以我们首先要先再次的定义，对日抗战是中华民族摆脱历史的黑暗的第一步，成功了才有今天两岸各自繁荣，但也互相交流。任何把对日抗战淡化侵略者、独裁者之类，就是民进党，我讲的就是赖清德啊，纪念欧战不愿纪念93，像这种就要严加的斥责，拿历史事实打死他的脸。